嗨，大家好，我是星期天。今天我们来实飞一下微软模拟飞行这款游戏。今天这支影片呢，还是一样拍给想要飞747的初学者看啊。你可以透过这支影片呢，了解怎么样起飞，然后怎么样看航图，那怎么样操控747的仪表板，这些东西我都可以在今天的影片教给你啊。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啊。右上角放了一个动物新天频道的资讯卡。这个是我最近主打节目，讲解了很多跟动物有关的有趣知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不妨去看一下，收藏一下哈。好，事不宜迟，我们开始吧。之前我有拍过 X-Plane 11的新手教学，是用747，因为我很喜欢747。那我们今天也用747来介绍一下这款游戏吧。首先，我们现在设定我们的起降机场，我们从桃园国际机场的23R 跑道起飞，然后飞到香港 VHHH 赤大角机场的07R 跑道。然后它内建就可以抓即时天气跟时间，我们的时间选白天了，那天气的话我就抓即时天气好了。好，设定好了，飞吧。我们刚才是设定从跑道起飞，所以它会把飞机发动好。我们待会开始之后呢，只要设定好飞行电脑，输入正确的航路，然后设定自动驾驶，就可以准备起飞了。这一款呢，以内建的地景跟机模来说，应该是我目前看过画面最好的模拟飞行游戏了。那这款游戏的飞机反射渲染，还有整体的细节，真的是跟之前的前作都差蛮多的。顺带一提哦，如果你现在的萤幕有支援 4K 画质的话，别忘了把画质往上调哦。我们现在是用 4K Ultra 的画质来拍摄这款游戏，可以说几乎是把画质全开了。好，我们进来了，这个是747的驾驶舱。驾驶舱内的细节其实真的蛮多的哦，可以互动的按键其实也蛮多的。这个以内建机来说，真的相当佛心了，而且它是748哦，它是7478，不是747-400。我们切到外面来看一下飞机的外观。我现在抓到的是桃园真实的天气，桃园现在天气不错。哇，他们真的是把飞机的建模做得非常漂亮，很多细节都表现出来。同时也感谢微软提供给我这款游戏的豪华版。去年他们推出这款游戏的时候，有邀我去他们的媒体上市发表会，当时看就觉得很震撼了。现在用 4K 画质跑，哇，觉得更震撼了。以内建机来说，真的是做的诚意满满啊！也感谢维新提供给我全新的电脑设备跟萤幕啊，让我可以跑动这款游戏的 4K Ultra。我现在用的显卡是 RTX 3080，那 CPU 是5900X。也感谢长期赞助我的正成集团提供的 Ninja Flame 这款 4K 的监看萤幕，我今天的影片就是用这个拍的。同时，我现在使用的所有麦克风，包含我现在这一支麦克风，都是正成集团提供的 Rode 系统。我们今天的飞行影片就这样拍的，我只要把它串在我的电脑跟萤幕中间，我就可以独立进行 4K 录影。由衷感谢各大干爹带我飞。哎，要谢的东西太多了，不如谢天吧，就谢我自己好了。没有我来拍的话，你们去哪看这个747的中文介绍影片啊？我们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怎么查航图跟排路线的。这个是 SimBrief，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制作飞行计划的网站。然后输入我们的起降机场之后呢，选择你的飞机。我们今天要飞的是747，调整一下我们出发跑道。我们今天是从23R 跑道起飞。好，确定。接着呢，就会有几条航路给你选。那我们今天就选这一条啊，这一条就是我们今天要跑的航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设定其他的细项啊，它其实有很多细节可以调整。按完 Generate 之后呢，你就可以建立一个相当完整的飞行计划，我们就可以照着这个计划来进行飞行。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很强大的软体，这个叫做 Navigraph Charts。Navigraph 是一个订阅制的航图网站。你借由这个网站可以查看到全世界上万多个民用机场的航图跟资料库，而且跟现实的航空界同步，每28天更新一次，就跟订报纸一样，可以把最新的航图数据更新到你游戏中飞机的飞行电脑里面。那这个 Navigraph Charts 跟刚才的 SimBrief 其实是有联动的，你可以在里面直接读到刚刚 SimBrief 那边的资料，然后就可以直接使用你刚才在 SimBrief 网站上面设定好的飞行计划，而且所有航图都帮你整理好了。怎么样？厉害吧？这么厉害，是不是该订阅一下啦？我的 YouTube 频道也顺便订一下啦。这张航图是我们桃园机场飞到 Charlie 这个航点的离场程序。这张是我们来到香港的时候，透过阿贝这个航点的进场程序。这张是最后降落之前要看的，这个是香港机场07R跑道的降落须知。同时，这个 Navigraph Charts 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功能，就是 Movie Map， 它可以抓取到你游戏中飞机的坐标，所以你可以知道你飞机现在飞在航图中的什么方向、什么位置。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串 route 呢，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输入飞行电脑里面的航路。好，回到驾驶舱，我们来设定一下我们的飞行电脑。那我们今天是不联络塔台哦，所以我们慢慢飞就可以了。来，首先先设定一下我们的出发机场。出发机场是 RCTP， 就是我们今天的桃园机场。再来呢，设定我们现场的 GPS。
设定好之后呢，输入我们现在所在的跑道方向 23R， 然后 Activity 确认。接着我们要告诉飞航电脑，我们要使用的离场程序是使用 Charlie 1D 这张航图。那香港这一端呢，我们的进场就使用阿北 3A。跑道的部分呢，我们是落在07R 跑道。接着呢，我们点选 Lakes， 就是我们的航点，然后呢选择 RTA Data。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透过哪一条路到哪一个点，我们要透过连看的方式，让飞航电脑知道我们要去哪里。首先先输入我们的航路，这边输入完之后呢，输入我们的 MKG， 就是我们第一个航点。好，这是在马公上方哈。下一个航点是 MAGOG， 念作 Mike Alpha Golf Oscar Golf。输入完之后呢，把地图从 Map 切到 Plane， 这是看飞航计划专用的。我们照这个 CDU 上面的 Step 呢，一个一个来检查我们的航路是不是有输入错误。我们来对照一下我们刚拿到的那一串 route， User TP230 Summer Charlie MKG Magog Abe Muscle Tama TD 这边是进场了 ，Grafa Sakoi Alemis Stella FH720 721这边都是显示的跟我们刚刚 Navigraph 看到一样，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切回来。接着回到我们 CDU 的主画面一直按右下角检查每一页内容，然后最后来到我们的这一页就是 Performance。画面的左边呢是燃油相关的设定，那右边呢是巡航高度。那么回到我们刚刚的网站上面得到的巡航高度是 Flight Level 400，也就是4万英尺。那我们今天油量很充足，飞行计划里面没有设定备用油量，所以 Reserve 就设定0就好了。接着按下确定。到下一页是我们爬升的减推力设定，我们就照它设定就可以了。接着这一页 Take Off 就是飞航电脑计算出来的 V1 Rotate 跟 V2 的速度，是你起飞的时候需要的速度我们现在来设定我们的自动驾驶仪，我们把速度先设定到它要求的138节。航向 Heading 的部分虽然用不太到，但是你可以设定到230的备用。Altitude 高度的部分呢，我们设定到我们的巡航高度4万英尺。这个由西往东飞是奇数空层，那我们今天因为是由东往西飞到香港，所以它会是4万，是偶数空层。中间两个 NAV， 一个是自动航线，一个是自动高度，这边有两个都打开。接着呢，非常简单，你只要起飞之后呢，按下右边的 CMD， 你就会接通自动驾驶了。起飞前记得再检查一次有没有转错速度、航向、高度 check OK。接着我们来输入桃园机场的 ATIS 频率，这个是桃园机场的机场通波 127.6。输入之后我们就可以听到桃园机场这边的气象跟气压情报。透过这个 ATIS 就可以得知机场附近的气象情报，还有开放的跑道。这边要抓到一个重点它告诉你气压高度计要设到30.10，因为我们飞机的高度计呢是用气压来判定的，所以我们要校正我们飞机的气压计，才能获得正确的高度。这边显示的是29.92，单位是英寸毫米汞柱。我们拨动8弱这个旋钮，增加气压把它增加到30.10，设定好了。你看我们高度的设定好，校正好了。这个时候来研究一下我们桃机离场航图，可以看到这边有写着 Trans Altitude 11000英尺。这个就是所谓的转换空层，所有来自不同地方的飞机起飞之后，飞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呢，就要把气压高度计设定成标准气压，那就是29.92，也就是 STD。这样子的话呢，来自不同地方起飞的飞机，他们在空中交汇的时候，他们的高度表才会是一致的。那台湾这边民航局的规定就是，你飞到11000英尺以上的时候，就是标准气压区了。待会飞到11000的时候呢，我们要按下8弱的 STD 这个按钮。好了，看来准备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可以准备来起飞喽。松开我们的手刹车，起飞。我们的速度来到 VR 的时候 ，rotate 把飞机抬起来。接着呢，确定爬升率是正的 ，positive right 就可以收轮子。等到你手动想要切自动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按下右边的自动驾驶仪，就会接通。接下来就开始自动驾驶了。虽然是自动驾驶，可是也不要疏忽记得按照速度表上的提示把襟翼收好。而最后收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看风景啦。我们现在离开桃园机场了，不断的爬升当中，还有内间很多镜头可以自己挑选，好像这个是乘客的镜头，这个看出去真的是画面很漂亮非常非常的逼真。切换到 Navigraph Charts 里面呢，就会看到我们同步显示的坐标。我们现在飞机是按照 Charlie 1D 这个离场程序要离开桃园机场了。我们高度爬升到1万英尺之后，记得养成好习惯把我们的降落灯关掉。这上面有4个 landing light， 把它全部关掉。
紧接着来到11000英尺，这个是台湾民航局规定的转换空层，所以我们按下 Baro 的 STD， 切换成标准气压区。好，飞机还在不断的爬升，按照它飞行电脑的设定。那这个飞行的过程比较拟真，很漫长，可是又自动驾驶。如果你无聊想要去做点事情，等一下再回来的话，你可以按下 CDU 的这个 PROG， 这个是 Progress， 就是进度的意思。你可以看到下一个航点大约是什么时候会到，它是按照你现在的速度跟爬升率去推算出来的。好，这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左边驾驶舱，左边看到了，看出去是这个是渐渐远离的台湾的中央山脉。好的，我们顺利爬升到了4万英尺的巡航高度了，怎么样？是不是很简单啊？我们要经过 MKG 这个点了，这个点其实就是马公啦，就是澎湖。那我们经过这个航点之后呢，其实天气好的时候是可以看到，你看我们在4万英尺，可是我们看得到下面的机场啊。我们要从澎湖上方做一个小转弯，然后就要转向香港了。那澎湖上空的这一个 MKG 的点，是一个非常繁忙的一个国际航线交错点，有很多航班都会经过这一个地点了。好了，我们已经完成起飞、巡航还有自动驾驶这一连串动作了。不知道你看到这边感想怎么样呢？如果你是个初学者，然后看着我的影片一步一步做到这边飞起来的话，那我真的要给你鼓鼓掌。那想必你现在飞起来之后是非常有成就感。如果你是这个看着我的影片跟着飞的人呢，欢迎留言让我知道。那这样子我也会很有成就感，让我知道我的影片是有帮助的。哦，我有好久一段时间没有拍模拟飞行的影片了。那之前其实都是用 X-Plane 11在拍啦。那之前其实玩得很熟悉，所以之前那个的飞机模组就可以做到冷舱启动，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设定。那现在的话，这款游戏因为刚出没多久，我也还在适应这边的操作环境，所以今天拍的教学比较粗浅一些。那如果你今天比较专业，发现我有什么没有介绍好的地方，那请多多见谅。也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指教。如果你们还是很想要看下一集的降落教学的话，你不妨可以留言让我知道。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介绍到这边啦。别忘了去看一下，还有支持一下我频道上面的动物新天这个系列的影片哦。这个是我现在的节目主轴。我们下回空中再会喽，拜拜。